这奇怪的印记浮现之后，慕容命天整个人的气息也是变得完全不同，那根本不是人的气息，就如同他的体内住着一个魔鬼，阴森恐怖，散发着嗜血的杀意。虽然他的气息非常诡异，甚至诡异到恐怖，但其实他的实力并没有增强，所以整体来说，眼前的变化很是奇怪。不过哪怕如此，楚风却依然不敢松懈，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慕容命天体内的气息也在变化，他是准备施展一种特殊的手段。果不其然，当楚风意识到不对之后，慕容命天便突然出手了。他在自己的身前布置了一道结界阵法，那是一种传送阵，能够在短距离内将特殊的物体传送到身边。师尊、太寇前辈、符烟姐姐，你们快带着紫菱以及我残夜魔宗之人全部离开此处。这一刻，楚风赶忙开口传音，因为他知道这多半就是慕容命天准备用来对付的手段。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邱残风等众人自然也不怠慢，开始整齐有序地向远处退去。只不过他们虽然退离得很远，但却并没有逃走，他们只是不想让楚风分心，但是却不会抛下楚风离去。这一战若是楚风胜，他们便胜；若是楚风输，满盘皆输。对于众人的举动，楚风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却是了然于胸。他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就算劝紫菱他们也不会停，所以索性他也不劝，化压力为动力，必须胜过慕容命天才行。而见到残夜魔宗的众人远离后，那些围观之人也开始纷纷退去，甚至有很多胆怯者已经不再驻留，开始向传送阵的方向飞去，准备离开此处。因为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的大战会很恐怖，稍微不慎，可能他们就会沦为战火的牺牲品。不过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虽然有很多人开始离去，但是仍有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想要亲眼见证这惊天一战。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慕容命天身前的传送阵，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传送阵即将召唤出的东西绝对很不简单，并非寻常之物，多半与这缥缈先锋的秘密有关。而在众人的凝视之下，终于在那传送阵中传来了震动之音。而在那传送阵蠕动之间，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物体也终于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那东西是木质，宽2米半，长3米半，上下左右各绑着一道锁链，锁链上刻满了数幅符咒，那竟然是一座棺材。不过最重要的是，在那棺材的中间还有一道印记，那印记正在蠕动，并且散发出一种极为恐怖的气息。尽管那印记的体积有所差别，无论是气息还是形态，与慕容命天额头上的印记都是一模一样，那竟是同样一种印记，竟然是他。这一刻，楚风动用了天眼，因为他很清楚那棺材之内有东西。只不过当楚风看到棺材内的东西后，他却顿时面容大变，一种意外与为难的神色涌现在了面容之上。而就在这时，只见慕容明天双手交叉，打出一道手印之后，那棺材之上的印记便开始微微闪烁。与此同时，束缚棺材的锁链也是开始收缩，最终那棺材被打开，一道身影也是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这是一名男子，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长发飘飘之间，时而浮现他那英俊而沧桑的脸。最主要的是，在他的额头处还有这一道如同火焰一般的疤痕。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东方海域曾经的最强天才，战胜过魔宗之主的皇甫皓月。皓月见到皇甫皓月，很多人都是面容大变，但是此刻神情最为复杂的却是秋水福烟。秋水福烟与皇甫皓月关系可不简单，当初得知皇甫皓月疯癫后，还曾在东方海域四处寻找，不过却未能再寻找到皇甫皓月。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皇甫皓月原来是被慕容命天抓走了。所以此时此刻，当他再度看到皇甫皓月后，顿时情绪失控，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向皇甫皓月的方向奔跑而去。福烟姐姐，不要过来！然而这一刻，楚风却是突然暴喝一声，随后传音说道：“这的确是皇甫皓月前辈不假，但却不是你认识的皇甫皓月。我若是没有猜错，皇甫皓月前辈已被慕容命天使用阴毒的手段给控制了。”听得楚风的话后，秋水福烟也是一愣，随后便仔细地打量起皇甫皓月，这才发现皇甫皓月的神态的确很是怪异。当日他见到皇甫皓月，皇甫皓月很是狼狈，并且自言自语，举动怪异，时惊时恐，就像是一个疯子一般，显然是精神上受到重创，已经失去了理智。可是如今的他面无表情，眼中含怒，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杀气。此刻的他比起当初那疯癫的状态还可怕，因为他同样没有自己的神智。就如同楚风所说，皇甫皓月此刻的确更像是被人控制了。皓月，是我呀，我是福烟，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难道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但是哪怕如此，秋水福烟还是不愿放弃，开口呼唤着皇甫皓月的名字，提及当年的往事，因为他能够想象得到，皇甫皓月被控制后，慕容命天会让利用他做什么？慕容命天会利用皇甫皓月与楚风自相残杀，这是秋水福烟无论如何也不想见到的局面。因为无论是楚风还是皇甫皓月，对他来说都很重要，他不希望任何人有事。不过可惜，皇甫皓月面无表情，根本不为所动，就仿佛听不见秋水福烟的话语一般，冷漠无情。这真的是皇甫皓月，东方海域曾经的第一天才，他不是去武之圣土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东方海域？难道说他是从东方海域回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皇甫皓月与秋水福烟关系亲密，如今不但不理会秋水福烟，反而站在慕容命天那边，难道说他被控制了？在场之人不是傻子，听到秋水福烟呼唤无果后，他们已经确定了皇甫皓月的身份。可是，在吃惊之余，他们却也能够猜测出皇甫皓月不理秋水福烟的原因，那就是皇甫皓月已被慕容命天控制，而皇甫皓月便是慕容命天用来对付楚风的最强手段。人们真的非常震惊，
因为他们想过很多种慕容命天用来对付楚风他们的手段，但却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这简直就是让楚风他们自相残杀。皓月，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你不记得那些事了？那么你还认识他吗？他是楚风，他是你自天路之中爆出的孩子，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了，难道你连他也不认得了吗？是不是在天路之中发生了什么，你也都不记得了？对于众人的议论，秋水拂烟不予理会，而是继续尝试着与皇甫皓月沟通。自己无法让皇甫皓月记起，便通过楚风来唤起皇甫皓月的记忆。不过可惜，依然没用。哈哈，秋水拂烟，没用的。若是那么容易就让你唤起皇甫皓月的记忆，那我还会将他带出来吗？如果他的记忆会被唤醒，我岂不是等于自掘坟墓？你未免也太小看我慕容命天了。就在这时，慕容命天突然诡异的大笑起来，随后又讽刺的说道：“实不相瞒，我控制皇甫皓月的手段乃是缥缈先锋之上，被列为禁忌手段的阴魔夺魂法。这阴魔夺魂法，连缥缈仙姑都不知道这阴魔夺魂法的存在。这乃是我无意间在师尊的住处寻得的。至于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特别，并非是简单的结界之术便可凝聚，而是以活人的血肉为以第二的骨骼为药，才能炼制出血肉阵法。而那血肉阵法内炼化的活人越多，所产生的束缚力量便越强。我为了束缚皇甫皓月，可是杀了100万余名修武者，以及数万名婴儿，所以如今的皇甫皓月就是我的傀儡。我叫他往西，他不敢感动；我让他站着，他绝对不敢妄动。甚至我想让他杀谁，他就一定会杀谁，哪怕是你这位昔日爱人，他也不会留情的。你胡扯！皓月意志坚定，怎么可能受你这种人所控？秋水拂烟开口大骂道：“哈哈，看来你是不信啊。不过这也无妨，你若是不信，我可以试验一下。”慕容命天嘴角的笑容变得越来越诡异，与此同时，将手指向秋水拂烟高声喝道：“将这个贱人给我碎尸万段！”而慕容命天此话一出，皇甫皓月的身体顿时一颤，与此同时，双眼竟然散发出了与慕容命天一模一样的幽绿色光芒。最主要的是，当这绿色的光芒浮现之际，皇甫皓月额头上的印记瞬息变化，化作了一团火焰，紧随其后，一股磅礴的威压排山倒海一般向秋水拂烟压了过去。这股气息，当这股威压浮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巨变，感到不寒而栗，背脊发寒，因为此时此刻，皇甫皓月所散发出的气息，竟然是8品武王。皇甫皓月虽然厉害，但是当初的他可不具备如今的修为，时至今日，竟然已经成为了8品武王。这种强大的实力，不得不说，让在场之人皆是畏惧。8品武王，这可是一种快要接近武帝的境界，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层次。而皇甫皓月还如此年轻，若是继续修炼下去，那踏入武帝境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想想，东方海域竟然有人可以成为武帝，这叫人想不震惊都难。皓月，你……不过，相比于围观之人的惶恐与震惊，秋水拂烟却是愣在了原地，看着那扑面来，连虚空都被碾压成粉碎的滚滚威压，他的双眼瞬间红润了。尽管他心中很是清楚，皇甫皓月已被控制，并非存心对他出手，可是此时此刻，他还是忍不住伤心欲绝，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涌上了心头，甚至悲伤之余，已经忘记了逃脱。事实上，以他的修为，就算逃脱，也根本逃脱不掉。而就在那滚滚威压将要靠近之际，一道暗黑色的光刃突然浮现，光刃凶猛无比，哪怕是那滚滚威压，也是难以抵挡，竟然被斩切开来。抵挡下，是楚风，是楚风出手了。他凭借手中的封魔剑，才挡下了这恐怖的威压。拂烟姐姐，离得远一些，相信我，再厉害的阵法也有破绽，我可以让皇甫皓月前辈摆脱慕容命天的控制。在斩切威压之后，楚风传音说道。而听到楚风的话后，秋水拂烟也是冷静了下来，尽管心中仍有所怀疑，但是他却必须相信楚风，因为眼下楚风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皇甫皓月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值得信赖之人。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一击失败之后，那皇甫皓月竟再度对着秋水拂烟出手，并且这一次他不再是简单的威压攻击，而是抬手一拳，这一拳会敌方原属里之内的王级武力，威力相当可怕，根本就不是寻常的武技能够抵挡得下来的。哪怕是楚风的封魔剑也是不行。白虎攻杀术，楚风张开了天眼，判断异常敏锐，所以他并未犹豫，直接施展出白虎攻杀术这一无上秘籍，以来对抗这一拳之威。白虎攻杀术的威力无穷，但是也要分对手是谁。这皇甫皓月虽然只是寻常一拳，连武技都算不上，但是他不仅是8品武王，战力也是极强，甚至抛开修为不谈，只论修武天赋和战力，还要在慕容命天和缥缈仙姑之上。所以白虎攻杀术虽然成功拦下了那一拳之威，但是自己也是烟消云散。皇甫皓月只凭借这一拳便攻破了楚风的无上秘籍，而眼见着自己的攻击再度被挡下，那皇甫皓月竟然暴怒地咆哮起来，并且在那震荡天地的吼声响彻之际，层层凶猛的火焰也是开始自其周围浮现而出，开始向秋水拂烟的方向压迫而来。楚风快走，那乃是焚天烈焰。皇甫皓月是我焚天圣教之内唯一一个将焚天玄功修至大成之人，他的焚天烈焰非常厉害，你挡不下来。见到这一幕，秋水拂烟的小脸顿时变得苍白如纸，开始大声地呼喊起来，并且不想牵连楚风的他，说话之间也是身形一转，向回跑去。拂烟姐姐，不要过来，相信我，哪怕这烈焰再厉害，我也能够抵挡。你快走，去太寇前辈他们那里。然而令秋水拂烟想不到的是，
在那焚天烈焰凶猛而来之际，楚风却是面带微笑的转过头来，在他那干净的脸上，不但没有一丝惧怕之意，反而涌动着一抹自信。看到这样的楚风，秋水伏烟不由一愣，尽管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突然觉得楚风似乎真的可以挡下这可怕的焚天烈焰。那焚天烈焰的速度极快，就在秋水伏烟一愣神的功夫，焚天烈焰已是轰然而至，宛如火红色的滔天巨浪，又似妖兽所化的凶残大军，凭借毁天灭地之威，摧毁一切的气势，来到楚风身前。在那焚天烈焰的面前，楚风就如同站在洪水前的蚂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只是瞬息便被那凶猛的火焰所淹没，并且那可怕的焚天烈焰在将楚风吞噬后，并未停留，而是热浪冲天，滚滚翻腾，继续向秋水伏烟奔腾而来。因为他的目标本来就是秋水伏烟，秋水伏烟才是皇甫皓月此刻要杀的人。无知的小鬼，你以为皇甫皓月是什么人？凭借你这借来的修为，也想与八品武王的他抗衡，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看着那汹涌而动、上下翻腾、占据了一片虚空，可以燃烧一切的焚天烈焰，慕容命天则是得意的大笑起来，因为他很清楚焚天烈焰有多可怕，他更清楚这皇甫皓月的焚天烈焰有多可怕。焚天烈焰可燃天地万物，这句话可并非只是说说的。皇甫皓月的焚天烈焰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早已将焚天圣教的镇教之宝焚天玄功修至大成，他额头之上的火焰印记就是证明。所以当那凶猛的焚天烈焰将楚风淹没之后，慕容命天觉得楚风必死无疑，只是四品武王怎么可能抵挡焚天烈焰？而相比于慕容命天的窃喜，秋水伏烟以及紫菱等人却仿佛瞬间跌入了寒冰谷底，一种难以形容的悲痛开始在内心涌动，甚至还来不及呼喊出声音，但是双眼就已经红润了。他们都觉得楚风难以挡下那凶猛的焚天烈焰，虽说那焚天烈焰的威势有限，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焚天烈焰的威力实际上比将七杀之前施展的地境武技还要可怕得多。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可能已经丧生之际，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突然在那焚天烈焰之中响起。与此同时，那本热浪奔腾的焚天烈焰竟然突然停止，凝滞在了半空之上。最为诡异的是，当又一道轰鸣响起之后，那焚天烈焰竟然开始原地旋转，并且开始向内收缩，就如同在那片天际的中心有着一道无底洞，正在吸收着那凶猛的焚天烈焰一般。终于，那凶猛的焚天烈焰彻底消失，而这一刻，一道身影也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他并不高大，但却异常伟岸。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竟然是楚风！他没有死，他不但没有死，反而挡下了那焚天烈焰。这楚风到底有多强？他能够对付四品武王的江七杀和七品武王的慕容命天也就算了，如今竟然连八品武王的皇甫皓月他也能够抗衡吗？此子真的妖孽到了这种地步。见到这一幕，众人皆惊，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不对，仔细看，楚风的身上覆盖的雷霆，那雷霆很不简单，并且楚风此刻的修为可不只是四品武王，他的修为提升了，如今他的修为乃是五品武王。但是也有眼尖之人发现了楚风身上的变化。此刻楚风身上覆盖着耀眼的雷霆铠甲，在那雷霆铠甲涌动之际，楚风的气息也是发生了变化，已然突破到了五品武王。而这就是楚风的自信的来源，因为四品武王并非是他的极限，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当慕容命天看到楚风此刻的变化后，他的脸色却是更为精彩。其实他早就知道楚风拥有一种可以提升修为的手段，但是他之所以会这般有恃无恐、胜券在握，那是因为仙转玄功。他对仙转玄功很了解，所以他清楚借用仙转玄功的力量获得他人的修为之后，无论是禁药或是其他提升修为的手段都是无效的，不可能运转仙转玄功提升修为后还从其他手段上再获得修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眼下楚风竟然通过那雷霆铠甲提升了自己的修为，这叫他如何能不震惊？楚风在四品武王的时候能够完胜七品武王的他，那么楚风在五品武王的时候，天知道他会不会战胜八品武王的皇甫皓月？很惊奇吗？的确，我运用仙转玄功，借用了缥缈前辈的力量，才获得了如今的修为。这种情况下，我是无法通过禁药或是某种特殊的武技来提升修为的。但是我不妨告诉你，我这雷霆铠甲既不是禁药，也不是武技，它是我自身的一种能力，它不会有任何反噬，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所以哪怕仙转玄功也无法束缚于它。楚风讽刺地笑道。他清楚慕容命天怎么想的，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的能力，什么竟然是自身的能力。而听得楚风这番话后，在场之人更是再度大吃一惊，一种能无论自己在何种境界都可以让自己再提升一品修为的能力，这实在太强大了一些。这一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炙热无比，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楚风为何这么妖孽了。这位似乎并非寻常人，至少从他这雷霆铠甲的能力来看，楚风就掌握着寻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才对。就算你能够提升修为又如何？你战力强横，可是皇甫皓月也的战力未必会输给你。你是如今东方海域的天才，但皇甫皓月扬名之时，你还在娘胎呢。尽管感觉不可思议，但是慕容命天却也并未太过惧怕，而是指着楚风大声喝道：“给我宰了那个小子，不惜一切手段把他给我杀得片甲不留。”而慕容命天话音一落，皇甫皓月便再度出手，同样是焚天烈焰，但是这一次无论是面积还是凶猛程度，比之先前都要恐怖数倍，甚至这烈焰一出，围观之人相隔甚远，当仍然感觉到热浪袭来，难以忍受，不得不再度向后退去，因为那烈焰太恐怖了。如此恐怖的温度下，就算那烈焰无法靠近他们，
但也足以将他们燃烧为灰烬。这皇甫皓月是真的动真格的了。其实我也很想与皇甫皓月前辈交一次手，毕竟他可是击败过上任魔宗之主的人。现在情形虽然是我不希望发生的，但是却也是我领教皇甫皓月前辈手段的一个难得机会。只不过令人想不到的是，哪怕所有人都看出这次的焚天烈焰比之先前的还要凶猛数倍，可是楚风却依然面无惧意，反而在那微迷的目光之中涌现出一抹期待之色。皇甫皓月很强大，楚风当然知道，因为在九州大陆，皇甫皓月就是他见过最强的人。尤其是听邱残风讲起东海往事后，楚风更是清楚，在残夜魔宗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其实东方海域最强的人，并非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宗之主，而是皇甫皓月。因为皇甫皓月30岁时就能与魔宗之主战平，如今的他绝对远胜于魔宗之主。时至今日，楚野风被称为东方海域最强天才，但是皇甫皓月却是东方海域的一个不败神话，所以楚风也想借着仙转玄功的修为，领教一下这位不败神话到底有多强。楚风，你要小心，这焚天烈焰共有9重，先前皇甫皓月施展的不过是第1重，现在他施展的乃是第5重焚天烈焰，每一重的威力都会提升9倍，这第5种的威力可是足足提升了几十倍，千万不可大意。见楚风不闪不躲，反而准备硬抗死机后，秋水伏烟也是高声呼喊，提醒齐楚风，这皇甫皓月所掌握的焚天烈焰竟然厉害，这简直比焚天圣教的教主还要恐怖数倍啊！而听得此话，残夜魔宗的邱残风等老一辈强者也皆是大吃一惊。想当初，魔宗之主号称东方海域最强者，而在世人眼中，唯一能与魔宗之主抗衡的，并非是缥缈仙姑，而是焚天圣教的教主。虽说严格来说，焚天圣教的教主可能不如魔宗之主，但是焚天圣教的教主也的确很强，他的焚天烈焰更是一绝。最主要的是，他的王兵焚天烈焰扇是一种很强的王兵，若是配上焚天圣教的焚天玄功，更是所向披靡，甚至丝毫不弱于封魔剑。可是眼下皇甫皓月所施展的焚天烈焰还没有借用任何外力，却依然超越了焚天圣教教主借用焚天烈焰扇所施展的焚天烈焰。由此可以想象，这皇甫皓月的焚天烈焰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然而就在众人皆被那焚天烈焰所震慑住之际，焚天烈焰已经轰然而至。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风则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竟然将封魔剑收于身后，对着那磅礴的烈焰一拳轰出。一拳之下，风云四起，海浪滔天，那片天地都是陷入了混沌一片。最主要的是，在那一拳之下，那恐怖的焚天烈焰竟然被楚风尽数倒涌而去。然而只见那皇甫皓月目光一闪，倒涌回去的焚天烈焰便再度向楚风翻滚而来，并且威力再度暴涨数倍，火焰的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减向8方。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依然不惧。这一次他连出9拳，每一拳的力道都更为凶猛，在那大开大合，足以毁山脉破江河，屠杀数万生灵的权威下，皇甫皓月的焚天烈焰则再度被击退。不过皇甫皓月也非简单角色，就如同秋水伏烟所说，他掌握的焚天烈焰真的有9重，第6重不行就第7重，第7重不行就第8重，并且每一重的威力对比前一重都会提升9倍。到的最后，楚风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抗皇甫皓月第9重焚天烈焰之际，那种威势连方圆数千里内的虚空都烧得扭曲，连下方的海域都被烤得沸腾。若不是围观之人有许多高手，他们布置了结界保护众人，单单是那烈焰的炙热程度就足以将在场之人炼成灰烬。所以在这种恐怖的烈焰之下，楚风也只好动用封魔剑。封魔剑乃是王兵之王，威力非同小可。当楚风的修为从4品武王提升到5品武王后，封魔剑的威力也是随之大涨。这样的战斗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想不到有生之年能够见识这样的战斗，这可真是死而无憾。而在楚风与皇甫皓月你来我往、攻防互换之间，那些躲在防御结界内的围观之人，一个个则是热血涌动，激情澎湃，他们都被2人的强大实力所深深的震慑住了。东方海域武王已是巅峰，至少万年都没有出现5帝强者了，所以如今东方海域之人都没有见到过5帝强者的雄姿。但是今日，当他们见到楚风与皇甫皓月的争斗后，他们的内心却震撼不已，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识过这样激烈的争斗。尽管知道这与5帝的实力相比还相差巨大，但是在他们来看，能够见识到这样的争斗已是一大幸事，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亲眼目睹这样一战也是值得的。然而就在这时，皇甫皓月的掌心一翻，竟然出现了一把白色的扇子，那扇子很是巨大，竟长达1米半，并且通体为白色，银光闪闪，并非纸做，更似是通体透彻的玉质。突然之间，那皇甫皓月手腕一转，那把巨大的扇子便打开，而当那扇子打开之后，自掌心而起，竟然出现道道火焰。那火焰很似奇怪，就如同一条条火蛇一般，在那白色的扇子之上攀爬游走。而这一刻，一股磅礴的气息也是自皇甫皓月的体内散发而出，那是一把王兵，并且绝非普通的王兵，竟是焚天烈焰扇。难道说那皇甫皓月已经做了焚天圣教的教主不成？看到这把扇子之后，在场之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已经认出了皇甫皓月的那把扇子为何物，那乃是焚天圣教教主的才能持有的王兵。这件王兵与封魔剑很是相似，不仅威力强大，更是有着特殊的含义，唯有焚天圣教的教主才能使用。换句话说，拿着这件王兵的人就是焚天圣教的教主。所以准确来说，此刻与楚风对战的
不仅仅是皇甫皓月，还是焚天教主。突然，皇甫皓月眼中寒芒四射，手中的焚天烈焰扇也是猛然挥动开来。而当那焚天烈焰扇挥动之后，那被楚风打压下去的焚天烈焰便再度窜动起来，并且这一次的焚天烈焰从本质上便得到了增强，发生了质的蜕变。此刻的焚天烈焰当真是凶猛异常，哪怕是楚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哪怕如此，楚风却并未退缩，而是意念一动，与此同时暴喝一声，四象杀阵。顿时4只圣兽自楚风的体内暴走而出，他们一边疯狂地向那焚天烈焰奔跑而去，一边相互交织，最终4只圣兽围绕着一道阵法一同奔跑，便形成了四象杀阵。四象杀阵威力无穷，进入焚天烈焰之中后，便将那熊熊烈焰搅了个天翻地覆，最终竟然被彻底消灭。而在焚天烈焰消灭之后，四象杀阵并未停留，夹带着无上神威，便向慕容命天的方向碾压了过去。没错，楚风的目标并非是皇甫皓月，而是慕容命天。如今皇甫皓月乃是被阴魔夺魂法所束缚，想要破解很难。不过楚风的天眼也不是吃素的，楚风表面与皇甫皓月打得火热，但实际上却一直寻找破开皇甫皓月束缚的方法。最终，楚风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想要破开这阴魔夺魂法很简单，那便是杀掉慕容命天。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杀掉慕容命天，这阴魔夺魂法自然破解。该死，这个混账小子竟然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了他！果不其然，眼见着那神威滔天的四象杀阵向自己压迫而来，慕容命天顿时就慌了，一边向后退去，一边开始疯狂的怒吼起来。而已被慕容命天控制的皇甫皓月，则是眼中杀意更浓，手中的焚天烈焰扇微微颤动，只听得一阵怪叫，那扇子之上的火红色火蛇竟然纷纷自扇子之中暴掠而出。那火蛇在扇子之内时的确很小，但是当它脱离扇子之后，就如同解封的恶魔，瞬息化作数千米长的粗壮火蛇。数千米长的火蛇，足足38条，每一条所蕴含的力量都是恐怖到难以估量。而当他们出现后，便直接攻向了四象杀阵，开始疯狂的围攻撕咬。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那融合了4只圣兽的四象杀阵，只是顷刻之间便被这些38条巨大的火蛇撕成了碎片。楚风的四象杀阵如此轻易的便被破了，糟了，这乃是我焚天圣教的最强手段——焚天火蛇阵。看着那凶猛的火蛇，秋水浮烟惊呼一声，那本就紧张的小脸之上充满了忧虑。竟然是焚天火蛇阵！皇甫皓月竟然召唤出38条焚天火蛇来凝聚焚天火蛇阵。而听得秋水浮烟的话后，秋残风等人也是面容大变，本就充满担忧的眼中再度蒙上一层浓郁的惊恐与不安。焚天火蛇阵是一种人境武技，但是却又并非简单的人境武技，是与焚天玄功还有焚天烈焰扇相互辉映的人境武技。也就是说，要想施展这一武技，必备条件就是焚天玄功还有焚天烈焰扇，二者缺一不可，并且要求极高，非常难以修炼。而正因为这焚天玄功和焚天烈焰扇的存在，所以这导致焚天火蛇阵异常的强大，甚至被誉为是东方海域最强的竞技武技。当年焚天圣教的教主曾施展过这招，那一招惊动天下，平灭了一族，将一个繁盛的妖兽种族化成了一片永久的火海。秋残风等人更是亲眼目睹当年焚天圣教教主所施展焚天火蛇阵的一幕，而见过这招之后，他们便纷纷认可这焚天火蛇阵的确是东方海域最强的人境武技。不过要知道，当初焚天圣教的教主拼尽全力，却只召唤出3条焚天火蛇，并且施展过那招之后，他也是几乎耗尽了所有力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如今这皇甫皓月竟然召唤出38条焚天火蛇，这若是凝聚成焚天火蛇阵，那种威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超越的劲武技也未必不可。毕竟这不是寻常的人劲武技。正所谓越担心什么就越来什么。就在秋水浮烟以及秋残风等人皆在担心之际，那38条火蛇便开始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道磅礴的火焰阵法。那阵法火焰滚滚，符文闪烁，并且异常的巨大。它竖立在虚空之上，不仅散发着耀眼的火红色光芒，更是散发着可以燃烧一切的气息，简直就像是天上的太阳坠落到了这片虚空一样。这一刻，虚空不再扭曲，而是开始融化。这一刻，海域不止沸腾，而是开始蒸发。这一刻，强大的压力弥漫天地，除了那缥缈仙风光芒闪闪不为所动之外，几乎所有肉眼可见的物体都在被扭曲炼化，甚至连那些躲在结界阵内的围观之人，此刻也是浑身不自在。有些修为弱者竟然开始纷纷暴体而亡，根本无法抵挡这焚天火蛇阵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哪怕秋残风他们也不得不一边加强结界的防御力，一边率领众人向后退去，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焚天火蛇阵若真的爆发开来，那种威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连距离遥远的众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压力，那近在咫尺的楚风更是可想而知了。此刻楚风的周围火光弥漫，混沌一片，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哪里还像是站在虚空之上，简直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无边的烤炉之中。层层汗珠不断自楚风的肌肤浮现，又滑落而下，但还未彻底滑落，又被蒸发开来。在这炙热的温度下，楚风的脸也是变得通红。不过哪怕是如此，楚风却依然很是从容，他嘴角带笑，平静地说道：最终还是要用这一招来定胜负。楚风，难道你还要用地境苍冥斩？你想废了自己的身体不成？这一刻，沉默许久的蛋蛋突然开口了：这位女王大人，
可以说是从小看着楚风长大的，并且他与楚风经历了一切，所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楚风。他非常明白，楚风如今最强的杀招便是的进苍冥斩。可是的进武技乃是一把双刃剑，给予楚风强大力量的同时，也会消耗楚风的力量，损耗楚风的身体。得进苍冥斩更是这样一种武技。之前楚风使用的进苍冥斩对付江七杀，虽然表面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身体内部已经出现问题，只是他在忍受。如果现在再度使用的进苍冥斩，那么楚风所受到的创伤将更大，甚至会永久性的造成伤害。这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损耗，而是对修武意图前程的损耗。蛋蛋，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我若是连今天都活不过，还拿什么谈明天？来，帮我一臂之力，让我们一同结束这场争斗，斩杀掉慕容命天这个混账东西吧。楚风开口说道。真的不能想想其他办法了吗？蛋蛋试探着问道。因为他很清楚，楚风若是再施展的进苍冥斩，他的身体将必然受创，因为眼前的皇甫皓月可比先前的江七杀要强大的多，绝对不可能只施展第5道斩击便将对方击败，也许需要施展出得进苍冥斩的9道斩击才能获胜。而9道斩击每一道的压力都不同，第9战的威力最强，但同时对身体的要求也最为恐怖，所以这注定了楚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获得这场胜利。有失才有得，没有失去哪来的收获？这场战斗我不能输，而只有这招胜算的几率最大，所以我只能使用这招，不惜一切。楚风说道。罢了，既然如此，那就一同承受这一切吧。突然，蛋蛋也是甜美一笑，话罢他闭上了双眼。蛋蛋，你……而这一刻，楚风顿时神情一变，因为他能够感觉到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正自蛋蛋的体内融入他的身体，那是来自修罗灵界的力量。其实，楚风本来就想借用蛋蛋的力量来提升自己肉身的强悍程度，这样施展的进苍冥斩便可以减少自己身体损伤的程度。但是眼下他之所以会如此吃惊，那是因为蛋蛋不仅仅是帮助楚风增强肉身这么简单。此时此刻，在蛋蛋这股力量的灌输下，楚风的战力也是得到了增强。蛋蛋再度动用了禁忌，蛋蛋在用损耗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楚风。对于蛋蛋此刻的行为，楚风是非常不赞同的。不过想到眼下的战局不仅仅关系到自己与蛋蛋的性命，还关系到紫菱、苏柔、苏美、张天翼、江无伤、秋水浮烟、秋残风以及残夜魔宗千万人的性命后，楚风也没有说什么，而是任由蛋蛋以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突然，蛋蛋的力量从体内涌现到了体外，那暗黑色的气焰竟然凝聚成了一双暗黑色的气焰翅膀。当翅膀延伸而出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楚风的力量在增强。混账，你在发什么呆？还不快点解决掉这个小子！眼见大事不妙，慕容命天再度怒吼起来。而慕容命天一声令下之后，皇甫皓月也是果断出手，在他的催动之下，那恐怖无比的焚天火蛇阵便向楚风碾压而来。而当那焚天火蛇阵移动之后，整个缥缈先锋的境内都是剧烈的颤动起来。不仅颤动，天上地下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被那肆意的锁链化。不好，快走！这一刻，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妙，他们真正的见识到了那焚天火蛇阵的恐怖。他们知道，哪怕距离战圈已是极远，但若那焚天火蛇阵彻底爆发开来，他们也是必死无疑。事实上，此时此刻，在那上亿围观人中，就有1/10的人因为无法承受那股炙热的气息，正在纷纷爆体而亡。杀戮已经开始，所以除了少部分围观者还选择停留在原地，不惜以性命为代价继续观看这场惊天大战外，大部分围观者都开始转身逃遁，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只不过在围观者开始逃遁之际，残夜魔宗的大军以及紫菱等人却是没有一人离去，他们都站在那片天地，任凭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气浪拍打着守护他们的结界，却也没有一人退缩。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他们已是将所有期望都托付给了楚风，甚至将自己的性命都压在了楚风的身上。这一战，楚风生，他们接上；若是楚风死，那他们便陪楚风一起死。苍冥的禁斩，9斩连杀。而就在这时，楚风终于出手了。当他吐出苍冥的禁斩这几个字后，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威压便自楚风的体内散发而出，席卷开来。那来自地进苍冥斩的恐怖气息，瞬息便吞没了这方天地，竟使得那凶猛的气浪随之凝固下来。紧随其后，无数道血红色的光刃开始浮现而出，纷纷落在了那焚天火神阵之上。当那血红色的斩击绽放开来之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众人的视线之内便化作了火红色的一片，凶猛的威势已是遮盖住了他们的双眼，让他们根本无法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那肆虐的恐怖涟漪却让他们知道此刻爆发的能量有多恐怖。而当那恐怖到可以毁灭一切的涟漪在无形之中受到阻隔，无法伤及众人之际，在场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楚风在保护他们，是楚风用自己的力量阻挡了那恐怖的涟漪。在这种变化下，无论是逃跑的人还是观战的人，都是站在了原地。他们四下观望，除了身边的人，甚至看不到任何身影。但是那徘徊在他们耳边的轰鸣却是越来越刺耳。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久才开始渐渐平息。先是那刺耳的轰鸣消退，随后那狂暴的涟漪开始停止奔走，到的最后，那遮盖视线甚至阻隔精神力的火红色光芒也是消退。而当人们能够重新看清眼前的一切之后，所有人都先是一愣，但是紧随其后，在紫菱以及秋残风以及残夜魔宗众人的脸上却洋溢起了难以形容的激动与喜悦。在经历了连番的大战之后，欢呼声终于再度响彻在这方天地。不仅仅是残夜魔宗的大军在欢呼，就连那些与楚风无关之人也皆在欢呼。这场惊天大战终于落幕了。
破碎的虚空如同被击破的镜面，那些粉碎的镜片正在重新拼凑，努力恢复成以往的完整模样。虚空就像是一个看得到却又摸不着的空间，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就会让它出现裂痕，甚至破碎，然后化为漆黑一片。但是，哪怕你将虚空轰击的再为零碎，但是它也会很快的恢复如初。这种现象很神奇，却又无从解释。可以说，虚空虽然摸不着，但实际上也能碰得到。它似乎有一个极限，只要你的力量能够超越那个极限，它便会破碎。但是因为它强大的恢复力，虚空又是无法摧毁的。哪怕你能一掌拍平连绵大山，一拳轰散茫茫白云，一脚阻断奔腾江河，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破坏虚空。就如同此刻下方的海域，之前的大战让它与虚空受到了同样的摧残，但是此刻虚空已然恢复如初，但是那茫茫海域却仍在滚滚翻腾，热气冲天，海平面比之大战之前下降了几百米，甚至一些海水浅的地方已经浮现出海底的泥土沙石。哪怕是没有干枯的海域，也漂浮着一具具巨大的尸体，那是海兽的尸体。虽然他们躲在海中，但是显然没能幸免于难，被先前焚天火蛇阵的力量所摧残致死。楚风，楚风，楚风。不过不管这片天地如何，此刻充斥在这片天地的却是楚风的名字，几乎在场之人都在呐喊着楚风的名字，哪怕是那些围观者也在阵阵高呼，激昂不已。因为此刻远处的战圈之上，楚风仍然站在天际之上，至于皇甫皓月则是双手抱头，半跪在天际，身上的煞气已然消失不见。此刻身体正在微微颤动，就像是被拔了牙的老虎，不但没有了任何威胁力，甚至被对手吓得瑟瑟发抖。皇甫皓月曾经东方海域的最强天才，被楚风击败了。至于那慕容命天，此刻则是漂浮在天际之上，他还睁着双眼，但却睁得非常大，同时也张大着嘴巴，脸上挂着惊恐和不甘的情绪，看上去有些可怕。但是此刻的他却已经没了气息，因为在他的胸前有着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那伤痕侵入他的身体，破坏了他的一切，包括丹田，不只是内脏被破坏，此刻就连他的本源也正在被抽离。没错，楚风不仅斩杀了慕容命天这位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并且此刻还正在吸取这个老怪物的本源。七品武王的本源，慕容命天败了，诛仙群岛没了，连三大妖族都被除掉，而这一切都是出自楚风之手。但是众人之所以这般欢呼，不仅仅是楚风赢得了这场战斗，围观之人也不仅仅是为了拍马屁，他们是发自肺腑的在高呼，在为楚风呐喊。因为楚风不仅仅赢得了这场胜利，还救了他们所有人的命。依照先前的形势，若不是楚风出手，那么皇甫皓月完全可以凭借那焚天火蛇阵，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焚化为灰烬。但你可一定要挺住，你看我在为你吸取慕容命天的本源，他可是七品武王，只要你将他的本源炼化，你的修为便会大涨。你这丫头不是最坚强的吗？你要坚持住啊！但是不论此刻的欢呼与呐喊多么激昂，楚风却是眉头紧皱，脸色极其难堪，甚至他那向来坚毅且凌厉的眼眸，此刻竟然闪烁不定，失去了以往的沉稳，已然慌了神。尽管他获得了这场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只是淡淡昏迷不醒，实际上就连他自己也受到了肉眼难以看见的创伤，非常严重的创伤。突然，楚风嘴巴一鼓，身体开始在虚空之上晃了又晃，他是一股热血要自体内涌出，但却强忍着没有吐出来。可是楚风嘴唇一抖，还是自嘴角处流出了一缕鲜红色的血液，但是他却来不及管这些，而是紧咬牙关，继续吞噬慕容命天的本源。终于，他将慕容命天的本源尽数吸入了他的体内，但也就在这时，他的双眼却是缓缓闭合，身体向左侧一载，竟失去了御空之力，从高空之上坠落而下，并且无论是楚风身后的黑色气焰翅膀，还是涌动在周身的雷霆铠甲，都是瞬息消失不见，缩回了他的体内。就连楚风的气息也是急速消退，很快便从五品武王的境界退缩到了八品武君的修为。不好！此刻众人还在欢呼呐喊，当见到楚风坠落之后，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被吓了一跳，而邱残风等人更是齐齐动身，向楚风飞掠而去。最终还是邱残风率先一步将楚风抱入了怀中，这才发现楚风已经昏死了过去，并且气息极其微弱。最令人心惊的是，楚风那微弱的气息还在退缩，尽管很是缓慢，但是这样下去，楚风恐怕是要毙命的。该死，怎么不管用？此刻邱残风正在替楚风诊治伤势，可是他施展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无用，甚至他根本看不出来楚风究竟伤在了哪里。让我来试试。秋水浮烟从邱残风的怀中将楚风抢了过来，他布置了一道阵法，将楚风放在上面，开始以特殊的手段治疗。他的手段很玄妙，这是来自缥缈仙风的手段。虽然他是焚天圣教的人，但却也是缥缈仙姑的女儿，自然得到了许多缥缈仙风的手段。但是哪怕秋水浮烟的手段是传自缥缈仙风，可却依然没有效果。楚风就像是必死之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踏进鬼门关，仿佛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的脚步。这可急坏了众人。楚风，你要坚持住啊！楚风，你不能丢下我们！这一刻，紫菱等人全都围了上来，看着那气息弱到极致，甚至身体依然冰凉的楚风。紫菱、苏柔、苏美，甚至春舞等人早就红了双眼，泪如雨下，难以自控地哭泣起来。事实上，莫说那些与楚风关心亲近之人，就连那些与楚风并无瓜葛的围观者，此刻也感到很是心酸。毕竟楚风是救了他们的人，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但他却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况且今日楚风让他们所有人见识到了楚风的实力，不管他的修为是怎么来的，但他至少有这个天赋。
这样的天才，没有人希望陨落，因为假如有一天楚风踏入五之圣土，他代表的也是东方海域。若是有一天楚风能在五之圣土闯出名堂，那更将成为东方海域的骄傲。他们以楚风为荣，引以为傲，除非是对楚风恨之入骨，或是有着恩怨之人，否则怎么可能有人希望楚风陨落？不过可惜，连邱残风等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又有谁能救楚风？你们这样做是没用的，不如让老夫试试如何？而就在众人皆是没有办法之际，一道苍老却又含有淡淡笑意的声音突然在那上亿围观者中响起：什么人竟敢这般口出狂言，连我家护法都做不到的事情，难道你觉得你可以？而那个声音传出后，残夜魔宗的大军之中，则是有人愤怒地呵斥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那些围观者不过是一群围观的废物，他们敢说这种话，就是对邱残风等人的侮辱。年轻人说话可要有分寸，天下之大，难道你家护法做不到的事，就没有人能做到了吗？若真是这样，那又是谁将你家宗主逼到这般田地的呢？那道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但却有着几分讽刺之意，真是大胆。而那老者此话一出，本就愤怒的残夜魔宗众人自然是更为恼怒，大有冲入围观人群，便抓出那说话之人的冲动，全都给我住口！不过就在这时，邱残风却是怒喝一声，而他此话一出，那些先前还很是愤怒的残夜魔宗众人，则顿时如同泄的皮球，没有人再敢说半句。不知阁下是何人，能否站出来说话？在呵斥过众人后，邱残风很是客气地对着那浩瀚人海抱拳施礼，因为他发现他明明锁定了那人的声音，但却无法锁定那个人的位置，这说明这个说话之人很不简单。老夫的姓名不值一提，不过我与楚风小友倒是有过一面之缘，今日愿意助他一臂之力。那声音再度响起，而这一刻，一道苍老的身影也是从人海之中缓缓走出，将其容貌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这位老者白发如雪，并且发丝很长，宛如银白色的瀑布垂落而下，直达脚跟。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老者双眼紧闭，竟然是盲人，而他的修为乃是天武八重。这一刻，邱残风等人都是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抹诧异，因为这位老者眼盲心不盲，他脚踏虚空，步履从容，正向楚风以及众人的方向走来。那个模样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盲人能做到的。最主要的是，当老者出现后，邱残风等人无论怎么观察，都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天武八重无疑。而越是这样，让他们越是觉得这位老者不简单，因为他的修为实在隐藏得太完美了。对于邱残风等人的复杂目光，老者也不予理会，他径直地走到楚风的身前，将手心放在了楚风的胸口之上。其实，当这位老者出手之时，邱残风等人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位老者是敌是友，所以当他出手时，邱残风等人都围在身边，严加防范。不过，众人那紧绷的面容很快便转为喜色，尽管那老者只是将掌心放在楚风的胸前，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波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楚风的气息竟然真的开始好转，并且好转的速度很快便进入平缓状态，就连脸色也是好了许多。他受的是内创，伤到了神识与本源，不过静养几个月便会痊愈。盲眼老者收起手掌，开口说道：“多谢高人救我家宗主。”这一刻，就连邱残风也是对着盲眼老者施以大礼。而在邱残风之后，幽明灯、血喜月、傅连生等长辈，以及紫菱、苏柔、苏梅等晚辈，皆是向老者施礼道谢，多谢高人救我家宗主。见状，残夜魔宗的大军也是不敢怠慢，连自家护法大人都向老者施礼，他们怎敢迟疑，纷纷施礼道谢。而那些之前乱吼乱叫者，此刻更感羞愧。而对于众人的道谢，盲眼老者却是摆了摆手道：“这可谈不上。楚风小友身体强横，就算我不出手，他也不会有事，最多沉睡个1年半载也会苏醒。我说了，我只是助他一臂之力，让他沉睡的时间缩短而已，你们不必担心。待他身体痊愈之时，就是他苏醒之日。而在他沉睡的时候，你们只要悉心照料即可。”听得盲眼老者这番话，邱残风等人内心更是复杂，他们根本不知道楚风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老者还未触碰楚风之时，就已经知道楚风的伤势所在，这更是证明了老者的高深莫测。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的皇甫皓月却是双手抱头，痛苦地咆哮起来，就如同在承受着难熬的折磨一般。皓月见到这一幕，秋水浮烟顿时就慌了，娇躯一纵，便要飞纵过去。浮烟，危险，不要过去！见状，太寇则是赶忙拦住了秋水浮烟。父亲，让我过去，我不能放任皓月不管。秋水浮烟想要摆脱太寇的阻拦。浮烟，你冷静点，皇甫皓月现在可不清醒，天知道他会不会对你出手。太寇不肯放手，苦苦劝道：“秋水姑娘，别怪老夫多嘴，你父亲说的很对，那皇甫皓月精神失常，很是危险，还是远离为妙。”与此同时，邱残风等人也是开口相劝，让他过去吧。那人身上的控制阵法已经被楚风小友解开，如今这样不过是因为曾被吓到而已，并无大碍。可就在这时，那盲眼老人却是突然开口，并且对太寇说完后，他又看向秋水浮烟说道：“你去给他服下这颗丹药，再让他安睡几日，便会没事。”说完这番话后，老者掌心摊开，一颗不起眼的药丸便出现在了手中。这颗药丸真的很不起眼，没有光芒，没有香气，就如同一颗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甚至不知道是何作用的药丸一样。而见识过这位盲眼老者的手段后，秋水浮烟也并未迟疑，而是伸手将那颗药丸拿了过来。可是那药丸刚刚入手，秋水浮烟便顿时小脸一变，再度看向盲眼老者的目光不免多了几丝敬重，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颗药丸哪怕用精神力观察，
都难以发现有何特殊，但是握在手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若非要形容2个字便可，那便是神奇。这一刻，秋水福烟更顿时信心倍增，而太寇等人也不再阻拦，放人秋水福烟向皇甫皓月靠近。因为经过楚风的事情后，他们都多少对这位盲眼老者产生了一些信任。就这样，秋水福烟小心翼翼地靠近皇甫皓月，并趁皇甫皓月咆哮之际，将那药丸丢入了皇甫皓月的口中。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那药丸入口即化，皇甫皓月更是双眼一闭，身子一载，失去了御空之力，向下方坠落下去。见状，秋水福烟赶忙飞掠过去，将皇甫皓月揽入了怀中。这才发现，此刻的皇甫皓月一脸安详，就像经历了极为疲惫之事后，香甜地进入了梦乡。多谢前此刻的秋水福烟，别提多高兴了。转过头来，便想向那盲眼老者道谢，可是这才发现，在他的身后只有邱残风等众人。至于那盲眼老者，已然消失不见，没有留下一丝踪迹。淡淡，混沌的世界浮现在眼前，模糊的身影不断浮现，一声声呐喊不断自楚风口中呼喊而出。楚风知道这是一个梦境，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这个梦境里，他什么都不能做，甚至什么时候醒来都不是他说的算的。可是他仍在不断地呼喊着蛋蛋的名字，他希望他的呼唤能起到作用，他希望那为了他而身受重创的蛋蛋能够坚持下来。在这梦境之中，时间的概念很模糊，哪怕是楚风自己也记不清过了多久，但是他的呼唤却从未停过，因为在梦境之中，他无需睡眠，也感觉不到疲惫，有的只是对蛋蛋深深的担心。别叫了，本女王睡得正舒服呢，结果就被你硬生生的给吵醒了。终于，蛋蛋那甜美的声音响起，没有一丝虚弱，反而带有一丝俏皮。蛋蛋，你没事了。这一刻，楚风狂喜无比，因为蛋蛋的声音不但不像是受伤之人，更像是精力充沛之人。但是他也有着一丝怀疑，毕竟这是梦境，他甚至不能确定刚才的声音真的是来自蛋蛋。早就没事了，你可别睡了，他们可都等着你呢，快醒过来吧。淡淡的声音再度响起，但又很快消失。而这一刻，楚风突然感觉眼前一片恍然，随后便是一片黑暗。当他再度睁开双眼之际，发现自己正倒卧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而且这熟悉的环境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安逸感觉，是缥缈仙风。他是在缥缈仙风上，哈哈，你这家伙总算醒了。而这一刻，淡淡的声音也再度响起，淡淡，你真的没事了，这可真是太好了。楚风的判断力很强，苏醒的这一刻，他便知道他是从梦境中醒来了，并且能够确定他和淡淡的伤势已经痊愈，他们2个都没事了。最主要的是，淡淡的修为，淡淡如今的修为已经踏入了8品5军，与楚风的修为一模一样。而这样的变化，自然是因为淡淡炼化了江七杀以及慕容命天，还有诛仙群岛和3大妖族众人本源所导致的。淡淡很特殊，他的身上有封印，限制了他的真实修为，所以哪怕他能吞噬人类的本源，而他重新获得修为，但是也这多重束缚。这种束缚随着他修为的增强也就越明显。如今他需要的本源量越来越庞大，但是获得的收获却很小，就如同楚风一样，并且他与楚风又有所不同。楚风能够靠各种天地奇物来增强实力，但是淡淡却只能依靠本源，所以淡淡如今能够得到8品5军的修为，楚风几乎可以断定，一定是淡淡将他剥夺来的所有本源全部炼化的结果。虽然说那么庞大的本源只是提升到了8品5军的地步，但是淡淡的战力可要远在楚风之上，所以这样来看，8品5军这个修为已是很不错的结果。可以说，这场战争收获最大的乃是淡淡这位女王大人，似乎是有人暗中帮了咱们，否则不可能这么快便痊愈。淡淡点了点头，确认自己痊愈的事实。有人帮了咱们。听得此话，楚风微微一愣，突然想起在那梦境之中的确感受到过一股柔和的力量，只是他也无法确定那柔和的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梦境之中的一切他都不知是真是假。楚风，你醒了。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也是响起。顺声观望，秋水福烟正满面喜悦地向楚风快步走来。福烟姐姐。见到秋水福烟，楚风也是面露喜色，因为他发现此刻的秋水福烟可谓满面红光，这说明大家过得都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这样兴高采烈。楚风，不要起来，你刚刚苏醒，应该好好休息才是。见楚风要坐起，秋水福烟赶忙上前阻止。福烟姐姐，不用担心，我现在体力充沛的很，什么事都没有。楚风微微一笑，还是坐起身来。他自己的身体他很清楚，现在的他的确已经痊愈。看来那位前辈说的真的很对，只要你苏醒之时，就是你痊愈之日。仔细打量了一下楚风，发现楚风真的没事了。秋水福烟脸上的笑容更是浓郁了几分。前辈，楚风神情一变，当日你身负重创，昏迷不醒，我们都没有办法，关键之际是一位前辈出手救了你。那位前辈白发如雪，是位盲人，他说与你有过一面之缘，所以才出手助你一臂之力。对了，有人说那位前辈曾在无极血海徘徊过多年，不知道你还有印象没？秋水福烟解释道。是他。听得此话，楚风恍然大悟，他自然记得无极血海的那位盲眼老者，因为那位老者给楚风所讲述的关于命运始祖的传说，让楚风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楚风便觉得那位老者不简单，但是想不到那位老者那么强，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蛋蛋。楚风当日能够感觉到蛋蛋有多虚弱，那可是比他自身还要虚弱，还要危险。而如今，蛋蛋不仅能够活蹦乱跳的，还炼化了所有本源，这定然是那位出手的结果。所以这一刻，楚风对那位当真是感激不尽。楚风弟，你醒了。
就在这时，又有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定目望去，一道美丽的倩影正在向楚风靠近。这位楚风不仅认识，而且很是熟悉，乃是楚家的楚月。此刻楚月甜美的脸上挂满了惊喜的笑容，而她的手上正端着可口的饭菜。那饭菜很特殊，虽然量少，但却营养丰富，并且蕴含了疗伤的药物，显然是为楚风准备的。楚月姐，你怎么也来了？见到楚月，楚风也很是高兴，因为想当初楚风在楚家受人刁难，不受待见的时候，楚月是除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外，唯一一个对楚风好的人。但是高兴归高兴，楚风又感到诧异。楚风将楚月等人安置在了东方陆地，如今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楚风弟，不止我来了，当初九州大陆的很多人都来了，就连姜氏皇朝和界灵公会的很多人也都来了。如今九州大陆的所有人都安置在缥缈仙峰境内，我们可以一直住在一起了。楚月双眼眯成2道月牙，笑得很是甜美。福颜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听得此话，楚风并未欢喜，反而在其眼中闪过一抹担忧。楚风，你别担心，事情是这样的。秋水福烟似是知道楚风在担心什么，所以赶忙对楚风解释道。但台雪醒来后便离开了，但是在他离开前，却告诉过我们可以继续在此处生活，因为他与江七杀他们来到东方海域，只是一个意外。在五之圣土，想要来到东方海域没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在五之圣土也不会有人想要来到东方海域这种地方，因为在他们眼中，东方海域不过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废墟。再加上江七杀与淡台雪来到东方海域的事情，没有外人知道，所以不会再有五之圣土的人来打扰我们。得知此事后，我母亲便决定将你的所有亲人朋友全部带到缥缈仙峰，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保护他们，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修炼条件，甚至能够借用缥缈仙峰的力量，让他们延长一些寿命。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楚风已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所以那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就如秋水福烟所说，他所担心的正是咒土门的人再来到东方海域，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会知道江七杀被他杀了，而以咒土门的手段，所有与他有关之人都会遭殃。不过如果淡台雪所说属实，咒土门的人不会再来东方海域，那一切就都安然了。并且就如秋水福烟所说，让九州大陆那些与他关系不错的人来缥缈仙峰生活，绝对比他们留在东方陆地要强上数倍。福烟姐姐，现在安置的如何了？楚风问道。有你残夜魔宗的帮助，建造一些浮空宫殿还不简单吗？你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秋残风前辈也率领残夜魔宗的大军，扫平了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余党，并且重建了残夜魔宗。如今残夜魔宗已经恢复当年鼎盛之势，再度成为东方海域的霸主，地位几乎不可撼动。甚至因为你这位宗主的存在，如今东方海域之人一度认为，如今的残夜魔宗比之当年还要强大。因为你这位宗主的潜力可是无限的，甚至现在外面都在盛传，你是东方海域最有希望成为武帝的人。秋水福烟笑着说道。而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有着一抹自豪。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那我究竟睡了多久？楚风问道。你睡了足足3个月016天。秋水福烟说道。3个月016天，那岂不是说进入五之圣土的天路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一刻，楚风显得有些惊讶，因为他之前可是打算借着这次天路开启，便前往五之圣土的。天路马上就要开启了，你沉睡了这么久都没有苏醒，本来我们觉得你可能要错过今年天路的开启，不过现在看来你是不必再等1年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后一定会非常高兴。说到此处，秋水福烟笑得更为灿烂，而一旁的楚月也同样如此。是什么好消息？楚风看了一眼2人后，才笑着问道。你猜猜？秋水福烟眉头轻挑，笑得更为美丽。我知道了。楚风眼睛微转，随后淡淡一笑，一副已经猜到结果的模样。因为秋水福烟很少开玩笑，眼下不但与他开玩笑，还笑得这么甜美，楚风便想到了一个可能。那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好消息？说对有奖。见楚风的一脸自信，秋水福烟倒是有些怀疑的反问起楚风。我若没有猜错，一定是皇甫皓月前辈恢复了记忆。楚风笑着说道。还真被你小子猜中了。听得楚风的回答后，秋水福烟的小脸顿时一变，那满是笑容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惊讶。这么说来，皇甫皓月前辈真的恢复了记忆？他有没有说我的身世？这一刻，楚风也是顿时大喜。尽管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但是当秋水福烟给予确定之后，他仍然狂喜无比，有些喜出望外。要知道，皇甫皓月的记忆对于楚风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可是关乎楚风的身世。可就在这时，宫殿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与此同时，本是白昼的天空竟然瞬息变得漆黑一片，紧随其后，层层紫色的霞光也开始在外面闪烁。成功了！对于这种变化，秋水福烟没有丝毫的担心，反而看向楚风，说道：“楚风，快出去看看！”说完这句话，秋水福烟便率先飞掠而出，自缥缈仙峰的入口处前往了缥缈仙峰之外。至于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出去。来到外面后，楚风这才发现，在缥缈仙峰之外，的确建造好了座座浮空宫殿。那宫殿并不奢华，但却有着返璞归真的味道，与缥缈仙峰相互辉映，很是相配。不过眼下最吸引楚风的，却是一座精致的浮空塔。那塔外里3层外3层的，围着好多人，其中几乎都是熟悉的身影：苏柔、苏美、江无伤、张天翼，甚至缥缈仙姑、太寇、青龙、道人、姜氏老左，几乎楚风认识的所有人都围绕在那浮空塔的下方。而眼下众人的视线也皆是锁定在那浮空塔之上，并且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惊叹与惊喜，因为此时此刻那浮空塔正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是那浮空塔所散发的力量影响了这片天地，使得本是白昼的天空化为了无尽黑夜。而那层层紫色的霞光也是来自乃浮空塔内，并且那霞光此刻不断扩散，几乎充斥了整个天空。而在那耀眼而美丽的紫色霞光之中，若隐若现的看到了一个影子，那是一个巨大的铃铛。紫铃塔解开了鄂天丹。见到这一幕，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兴奋之色，因为此般景象乃是天地异象。很显然，引起这天地异象的人定然是紫灵，无疑，这位从出生便被封印的天赐神体终于解封了。